照阴旗阵多半用8面，对应8卦8象，但使用人数和范围，照阴旗的威力都有差异，故而也有人用12面或18面，威力不足数量来凑，也能有不错的效果。他手里的照阴旗自然不是凡品，都是照着夷陵老祖亲笔而制，比起外界那些手抄流传好了不止一个档次，一人列阵，3面足矣。不过若是夷陵老祖亲笔绘制，一面估计便可引千军万马了。金陵安置好旗子，反手掏出风鞋盘，伏在树上静静的等。夜里怨气渐重，寒气也重，金陵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一只破走尸怎么这么难搞？他腹诽道。低头拉紧身上的衣服，再抬起头来时，眼前兀地出现一片白色。他擦擦眼睛，那片白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、变身、扩散。他这才意识到那是雾气。可这种时候怎么会有雾？没等他想明白原因，他手中的风鞋盘便开始嗡嗡作响，指针如发疯般飞快旋转，杂乱无章，毫无章法，连带着金陵的手也跟着剧烈地抖动起来。金陵皱着眉，好容易稳住手腕，一阵恶寒顺着他的脊柱漫上来。金陵汗毛倒竖，反手拔出佩剑向后格挡，竟发出金石相碰的声响。他控制不住地向后看去，借着眼角的余光，他看见鲜红的细长的蛇蜿蜒着向他袭来。金陵用力向一侧倾斜身躯，右手挽了一个剑花，躲过那条长蛇，整个人翻下树去，顾不得稳住身形，便又提起剑挡在身前。树上的走尸滚下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从喉咙里发出咯咯哒哒的声响。他身边全是白茫茫的雾气，远去3步便看不真切。金陵咬咬牙，金子轩再三告诫他敌情尚未明晰时不可擅自攻击，可他看不清，走尸认人却不是靠眼睛的，敌暗我明，再等下去情况只会更糟。横竖不过一只走尸，他还杀不死一只走尸吗？金陵握紧剑柄，低吼一声向前冲去。那走尸正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慢慢抬起身躯，与笨重的身躯不匹配，他的长蛇已灵活无比地扑过来。金陵反应奇快，下一刻整个人便以一个标准的铁板桥躲过长蛇，手里的剑被注入了足量的灵力，银光闪闪地飞出去。金陵向侧面滚过起身，抬头去看那具走尸，他的剑没入了走尸的头颅，又接着把这具走尸钉在了地上。此刻那长蛇仍在微微地抽搐着，却已经没有威胁了。金陵松了一口气，向前握住剑柄，作势要拔，耳边又传来咯咯哒哒的响声。前方、后方、左方、右方。金陵猛地抬起头，白雾深处的地方，走尸的轮廓一个接着一个，出现在他目所能及的每一个位置。难怪风鞋盘转得发疯，他被走尸包围了。金陵甩甩酸痛发麻的右手，脚边堆满了走尸的残骸。他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走尸，但这种失心又被勒死的走尸怎么也杀不尽，像能自我复制一样源源不断。金陵灵力已经见底，体力也流失大半，再撑下去恐怕凶多吉少。可这么多一模一样的走尸是怎么出现的？他想不通，但如此诡异的事早已不是他自己能够处理的了。金陵泄气地跺了跺地面，拿出信号烟花，方才抬起手，又瞥见一具走尸向他扑过来。此刻再注入灵力已经来不及，他匆忙中只得拿未复灵力的剑格挡。这走尸力气大得很，金陵身形踉跄，连退3步才稳住身躯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身后又是低低的吼声。金陵头皮发麻，下意识闭起双眼。下一刻，意想中的疼痛并未袭来，他听见走尸的惨叫此起彼伏，又听见银铃清脆的声响。金陵缓缓睁开双眼，便被惊得忘记了行动。那些没有心的走尸脸都皱成了一团，扭曲着挤在一起，像在承受莫大的疼痛一般恐惧地尖叫着，艰难地伏在地上，仿佛眼前有什么可怕至极的东西正冷冷地看着他们。金陵顺着声音看下去，才发现那声响来自他腰间的银铃。江家清心铃未经主人允许是不会发出声响的，金陵自小便知。他的银铃与旁人不同，乃是夷陵老祖为无限亲手所制，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绝品。他的大舅舅，他过世12年的亲人，他从未谋面，却尊敬无比，怀念非常的为他取字的人。金陵一直以为这银铃并无多少特别之处，直至今日才知，
这银灵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能让百鬼俯首称臣。他松了一口气，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银灵提供的这份默默的陪伴，让他倍感亲切。他低声道谢，抬起剑，捅穿了每一具走尸的头颅。确定已经清扫完毕之后，天边已经开始漫起白色。走尸制邪之物，聚云唤雨。他头顶原本已经聚起了乌黑的云，此刻却已经在慢慢散去了。金灵甩甩剑上的鲜血，正准备收工，突地感应到什么似的，抬手向后刺去。那东西行动奇快无比，毫管里是诡异的尖利的笑声。金灵转过身去，瞪大了双眸，没有尸斑，一切正常。这走尸还有呼吸？不，他根本不是走尸，这是个真真正正的人，